叮咚，男孩的生活筆記已上線。Hello， 我是男孩，我是男孩媽媽。我們今天要聊的話題有點沉重，那絕對是我們每個在職場打拼的人都該關心的，那就是職場霸凌。很多時候我們可能都遇過，只是選擇默默承受。但好消息是，大環境的法律正在為我們撐腰。7月1號起，職安新法上路，我們該學會如何奪取主導權。老一輩常說吃苦當吃補，但我們真的要把這種舊思維套在自己身上嗎？主管的行為到底是為了讓專案更好的嚴格管理，還是單純在消耗你的職場霸凌呢？我們真的必須學會去分辨那一條紅色的界限在哪裡。霸凌絕對不是你們今天開會吵了一架，或者是偶爾一次的意見不合。它的關鍵字是權力的不對等，而且是長期的不間斷的濫用權力。對方這樣做的目的，或者說造成的結果，就是讓你每天上班都覺得超恐懼的，而且實質上完全就是卡死你在工作上的發展，這就是霸凌。好，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部分，就是辨識濫權。那這個可以分為3大超常見的類型，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種呢，隱蔽型。說真的，這絕對是最難抓到證據的，這也是最折磨人的一種。想象一下，你好像突然在辦公室隱形了一樣，超重要的專案信件大家都有收到，就剛好漏了西你，然後結果害你進度大落後被盯，或者是部門聚餐，你永遠是看 IG 限動才知道那一個。這種刻意把你當空氣的冷暴力，那絕對100%就是霸凌了。那第二種呢，公開型的霸凌，這個就是超級直接了，殺傷力也是最強的。這就像在一個有20幾個同事的部門賴群組裡，然後主管突然毫無理由的瘋狂 tag 你，大罵，然后甚至當着所有人的面前酸你的能力或是外表，這種直接利用言論對你情緒施壓，想要摧毀你的專業尊嚴的行為，真的非常惡劣，完全是不能忍吧。第3種就是任務型的霸凌，哇，這個真的很狡猾，因為他經常會披着我對你的標準很高或是這個就是我給你機會磨練的糖衣。那最經典的例子是什麼呢？就是你要打卡下班的前5分鐘，然後突然被塞了3天份的工作，還要你明天早上交，或者是每天規則變來變去，讓你永遠都在重做。這其實不是什麼嚴格的績效管理，這是針對你個人的任務型霸凌。為了讓大家心裡有個底，其實勞動部幫我們直接列出這個7大常見的違規行為，那大家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心理的檢核表，不管是你的功勞被莫名其妙的抹殺，或是情節無故被刁難，還是他對你的標準永遠都在變，只要出現這樣明確的指標，你心裡就要有底了，這就是違法行為，不要再懷疑自己了。接下來第2個部分，解決方案，這也是今天這一集最振奮人心的地方，就是2026年的職場霸凌防治法即將帶來很大的改變。看到畫面上的數字了嗎？沒錯，就是300萬。從2026年7月1號開始，這不再只是什麼道德勸說了，在即將上路的職業安全衛生法霸凌防治專章裡面呢，雇主如果沒有好好的保護員工，最高可以直接罰到新台幣300萬，那情節嚴重的甚至可以開罰到450萬。而且還能連續開罰，這等於是逼着企業他必須立刻動起來處理。這張表完全說明了現在的雇主被法律強制要求必須主動出擊，根據公司人數的不同，他們得設立公開的申訴管道，然後制定調查的方法。如果你是在100人以上的大公司，法律甚至是硬性規定，只要有人申訴，7天內就必須組成調查小組。也就是說，老闆們再也不能裝聾作啞，等事情鬧大了才來摸摸頭哦。好，知道了法律，那我們來看看第3個部分，生存指南。如果你現在立刻當下就處在一個有毒的工作環境裡，那到底該怎麼保護自己呢？你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拜託一定要保留證據，盡量把所有的溝通都變成白紙黑字的文字，像是 email 或是對話記錄。如果真的只能口頭講，或者發生了衝突，事後一定要馬上自己寫下備忘錄，把時間地點誰說了什麼通通記下來，因為這個詳細的時間軸將會是你未來申訴時最強大的武器。有了證據再來設定心理界限，找人幫忙，最後真的不行就果斷停損吧。那萬一公司的 HR 裝死，或者是工會根本幫不上忙怎麼辦？別擔心，你的背後有整個城市的資源在撐你。從台北到高雄，各縣市的勞工局跟勞動檢查處都準備好隨時受理你的正式申訴。當然，你也可以直接撥打1953反霸凌專線求助，你絕對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在處理這些爛事的同時，聽好了，你的身心狀態才是最重要的。請密切注意自己最近是不是睡不好、吃不下，心理受傷是需要時間恢復的，千萬別逼自己趕快好起來。大家可以多利用衛福部的安心專線，或者是年輕族群的免費諮詢，多跟公司以外的朋友聊聊，守護好你的心理健康，這才是支撐你繼續走下去的最大本錢。大家可以把這句話深深的印在腦海裡，沒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賠上長期的健康。在職場上，大家確實需要互相的配合，為了公司的目標努力，這沒有錯。但是你個人的尊嚴跟健康是絕對不能退讓的底線。真的沒有哪一份薪水值得你拿焦慮和健康去換，好嗎？所以，隨着2026年新法已經上路了，那種只能躲在廁所偷偷哭、默默吞忍的日子，真的該畫下句點了。法律已經幫我們把安全網架好了，現在發球權在我們的手上。那麼，為了讓你每天上班都能感到安全跟受尊重，希望今天的解析給你滿滿的力量跟方向。我們下次見嘍！